这是 Costco 的牛肉片 Beef Loin New York， 位于牛腰的正中位置。如果连同旁边的骨头一起切下来，就是剔骨牛排。这个部位的牛肉非常嫩，最好不要过度加工。我过去用韩式烤肉的方法做过，味道非常好。我今天用的方法异曲同工，甚至连腌肉都省略了。洋葱和牛肉是绝佳的搭配，能够去除牛肉的腥味并增加香味。洋葱切成细丝备用。先要把锅烧热，然后下入牛肉片。所谓把锅烧热，就是锅表面的温度应该能达到摄氏200度。牛肉片一下锅，很快就会渗出一层血水，可以用一块餐巾纸迅速蘸干。如果你不理会，一会儿锅底就会出现烧糊的迹象，到处都是焦糊味儿。这就是在家里边做韩式烤肉常常会遇到的问题。肉片只要一变色，迅速翻面，撒上洋葱丝，再淋上烧烤酱。上次我用的是韩式烧烤酱，这次用的是从 Costco 买的日式烧烤酱，质地比较稀，姜味偏甜口，不太咸，可以用它来代替照烧汁儿。您也可以用美式烧烤酱，相同的做法，不同的酱料，就能带来截然不同的风味。只需几分钟就能轻松做出多盘风格各异的煎牛肉，一次满足多种口味。做这道菜动作一定要快，不要把肉片煎老，煎的时候一点油都不用放。如果您口重，可以适当加一些盐。这道菜可以说是立等可取，关键有2点：一，煎肉片的时间尽量短；二，趁热吃，这样才能风味口感俱佳。接下来我晒一下今天的早餐：一个红豆包，半根玉米，几片蒸南瓜，大杏仁、山核桃。坚果的热量比较高，别多吃。一个西红柿，里面没有任何调料。一碗鸡蛋羹含1个半鸡蛋，加适量生抽和少许香油。一大杯咖啡。这份早餐的热量大约是800大卡，午餐省略。您早餐都吃什么？留言区晒一下呗。感谢您的观看，临走前别忘了点赞订阅。这里是上师厨房，我们下次再见。